嗨，嗨，你身体还没有完全好，你就来上班？我不是来上班的。哦，对了，麻烦你帮我把这封辞职信交给张总吧。我和你数到3就一起放手，祈愿你恨也好，休息一段时间也好。你也一样。那你还会待在上海吗？不了，我明天就离开上海了。打算要去哪里啊？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。小秋，一路顺风。立川，我和你就这样永别了吗？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吗？结你个头啊！那都装给你看的。就算你少一条腿，他也无所谓，你还能少他的一颗心吗？我明天就离开上海了。打算要去哪里？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。小秋，你一定要幸福。这些。托运都办好了吧？反正家具也没有什么，有一些就留给房东了，就剩下这些书，还有点舍不得扔。小秋啊，就留在九通不行吗？如果你不愿意留在上海，我们还有广州分社的。都断了，就应该断得彻底一点，不应该再留什么念想了。好吧，那替我问候你姨妈，我会去昆明看你的。好啊，你要来昆明了，我就请你吃地道的昆明菜。那如果几年之后你还没有交到男朋友，我也是单身的话，那我可不可以？不要，我们都要向前看，不可以再回头。那米娅怎么办？米娅跟我回昆明啊，还有那只米娅也一起走。哇，你们好幸福啊！好吧，一路平安。你也保重。我终于领教到了爱情的杀伤力。爱情就像太空中的一个黑洞，强大的能量，强大的引力，什么都掉进去，什么都逃不掉，什么都会被吸走。里面什么都有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
立川，知道结束这一切对我来说有多难吗？难道为了一个电话，一切又要重新开始？如果他要有急事，他会再打来的。事不过三。Hello, you reached Alex. I can't come to the phone right now. Please leave a message. 这是最后一次。谢瑶秋，你贱，你真贱！立川，我只想知道你是平安的。喂，你好。立川。哦，我是这里的服务生。我们这里有个人喝醉了，你是他的朋友吧？喝醉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哪里啊？哦，青田酒吧，你认识吗？我知道，那个他是不能喝酒的，你确定他是喝醉了吗？啊，这里是酒吧嘛，喝醉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。你能方便来接他一下吗？哦，我是他朋友，那个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他，万一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呢，你帮我打一下120好不好？我马上就过来，谢谢啊。
你能再开快一点吗？麻烦你再开快一点。已经最快了。师傅，你再开快一点可不可以？我真的有很急的事情。还有，你到那边先不要打表，我可能一会儿还要用你的车，我会多给你一点钱。好的。他醉得很厉害啊，刚才我推了他几下都没醒。你打120了吗？啊。他是不是已经完全昏迷了？哎，你别着急，这酒吧不知道一天要醉多少人，他就是喝高了。哎，没事，过会儿就好了啊。立川，立川，不能再等了，现在就要送他去医院，麻烦你帮我一下，快！啊。Hello， 云内，我跟你说，立川出事了，他可能喝了酒，现在完全昏迷了。我正送他去医院，你赶紧过来好不好？在哪家医院？去人民医院。哎，保持镇定，我马上就到。小秋，你一定要幸福。扎吸器。好的。让化验室给出电解质。好。体温39度5，血压85/50，呼吸40，脉搏130，呼吸急促，肾氧饱和度75%，氧气给到100%了。你是王立川的家属吗？我是。这是病人的情况表，他有什么病的病史，你跟我说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这是病人家属填的情况表。X 光片。植入式静脉导管。不对，病人家属在吗？就在门外。怎么搞的？病史上什么都没说。这个家属太不像话了。病人有病史，肺炎又这么严重，有症状也不是1天2天了，为什么不及时送到医院来？你是谢小秋？啊，我是。你跟病人到底什么关系？我是他女朋友。你这个病历到底是怎么写的？我们刚才给病人做了插管手术，发现他胸口植入了静脉导管，而且呢，单侧肺组织形态不整。你为什么不在病历上填写清楚？对不起啊，医生，那个什么静脉导管我不知道，他从来都没有说过。你不是他女朋友吗？你们刚认识吗？认识4年了。4年？你认识他4年了，你都不知道这种情况？你知不知道，作为病人家属，不把病人的病情写清楚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我们不了解病人的肺切除手术，使用了呼吸机，会把病人的肺吹坏的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我们没有时间给你解释了。还有其他家属吗？我们要了解更多的情况。有，在路上应该。他人呢？嘿，人内。小秋。那个怎么样？医生他要知道那个立川的病史，你快跟他说一下。医生会讲英文吗？因为有些单词我不会。我可以翻译。好，立川他得的是 osteosarcoma 2期，是骨癌。他17岁就查出了癌症，然后做了手术，也化了疗，结果癌症一直没有复发，医生就宣告临床治愈。结果10年以后呢，癌症复发了，出现了肺部转移，所以呢做了 lobectomy， 单侧肺叶切除术。对。经过化疗，这个癌症得到了控制，但是在化疗过程中，他的白血细胞呢渐渐的减少了，他的免疫力也降低了，然后医生还发现他的红细胞也在减少，所以他的贫血症状也很明显。他属于哪一型的 MDS？ RA。
病人情况非常危险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这是病危通知书，家属签字吧。上面怎么说？败血性休克，急性呼吸衰竭。行。嘿，季川，我需要你回来一趟。是立川，他在抢救中，是败血性休克。All right, bye。季川不在上海吗？在巴西圣保罗呢，他个项目在投标呢。对不起，一直瞒你到现在。立川不让我们跟你讲，怕你伤心。立川的腿不是因为车祸，是车祸时发现的。那一年，他爸妈开车带他出去旅行，结果被一个闯红灯的车撞倒了。他父母当场就去世了，结果他只受了轻伤。可是后来，他的腿就开始疼，然后一直都没有恢复。去做了检查，发现有一个肿瘤，恶性的。医生说情况特别严重，连做手术也没有什么机会，所以他就选择了保守的化疗。大家都以为立川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，他全家都特别伤心。结果他运气还不错，化疗他又好转了，所以他爷爷就带他到美国去看了一个名医，然后名医觉得还能够做手术，于是做了截肢，然后又化疗。他当时恢复得不错，一直没有复发，医生就说他痊愈了，说他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了。那立川4年前离开，是因为病情恶化。他每半年都要回一趟医院去例行检查。结果那一年在上海，他去检查，发现癌症复发了，并且转移到了肺部。骨癌非转移，成活率实在是太低了。这样的消息对他来说简直是死刑。你那时候才20岁，还是学生，你们又在热恋。他不忍心告诉你，他不想让你伤心，他更不想让你看到他受苦的样子，所以他才下定决心要离开你的。那他这4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？靠他的毅力和你的 email。你知道吗？你的 email 很多都是我念给他听的。
你别误会，我知道这是隐私，但你知道他做了整整3年的化疗，他有时候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所以他的 email 全都是我收发的。他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到你的消息。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你才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。他为了读懂你的信，还请了一个中文老师，自学了几年的中文。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？哪怕1个字都好。他也写了，他只是没发。他不希望你承受这些。你还记得你有一阵子停止发邮件了吗？他那1个月一下就瘦了20斤，结果你又突然来信，他以为出了什么事，就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上海。那为什么他的病治了那么久都没有好？还有那个什么 MDS 到底是什么？叫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， 是一种特别难治的贫血症，可能是太多化疗引起的，它有30%的可能性会转成急性的白血病，所以他现在的免疫力特别低，任何感染或出血都有可能导致他的生命危险。他刚刚动手打了利川，我没有动手打他。我刚刚进他房间，发现他倒在地上。利川，你下来！利川！我今天非带他出去不可，你别拦我。利川，我们不要去了，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。等你病好了，我们再约会也不迟啊。哎，你过敏了，这里有一道疤哎，你有做手术啦？肺炎呢，所以我住在医院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根治啊？骨髓移植手术。他爷爷季川，他的堂兄，他的堂弟，所有人都愿为他捐献骨髓，可是去医院检查，他没有一个合适的。他在骨髓库也做了登记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等到理想的配型。那一般要等多久？说不准。他现在病情恶化了，他能等的时间也不长了。日内，龚医生啊，情况怎么样？还在抢救吗？是白血性休克。我进去看看。他是医科大学的龚启轩教授，是利川在上海的主治大夫。龚家和王家是世交。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给龚医生打了个电话，让他过来看一下。怎么样？情况暂时稳定，一会儿会送到特护病房继续观察。为了上呼吸机，医生给他用了镇静剂，所以他到现在还不省人事。哎呀，幸亏送来及时，不然的话，他小命就交代了。你们可以在这儿陪他一会儿，不过不要碰他，一切会有专门的护士来护理。我建议你们待一会儿就走。
啊，明天再来。反正不撤掉呼吸机，他也不会清醒，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。这样，我呢跟这边的医生商量一下他的病情啊。哎，龚医生，我的身体很健康，我可不可以给他捐献骨髓啊？你是什么血型？O 型。你跟利川有血缘关系？没有。我很理解你的心情，不过你不合适。好，这儿啊，一切都有护士来照应啊。你们待一会儿就回去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小秋，你也刚出院，我送你回去休息，明天再来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退房了。我今天本来是要回昆明的，行李已经收拾好了。你帮我把行李先拿到利川家，谢谢啊。OK。那你不回去了？我要在这里陪他。怎么连上海都下雪了？哎，你这样飞来飞去的，身体吃得消吗？我没事。哦，对了，利川的病情怎么样？还没醒。小刘，开快点！师傅还是开慢点吧，现在下雪呢，安全第一。利川已经病了，你千万别再出事了，好吗？谢谢护士长。不用客气。哎，这个姑娘是你弟的女朋友吧？啊，是的。她在这儿守了2夜，也不肯回家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再见。护士长说，他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。你回去休息吧。小秋，利川的病情，瑞内都跟你说过了吧？他不是故意要隐瞒你，他只是不想让你看到他生病的样子。我有那么脆弱吗？利川第一次做化疗之后，面无人色，头发也掉光了。我奶奶来看他，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是看到他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。当天回去，他心脏病发作过世了。利川为了这个事情啊，一直觉得很内疚，他觉得是他自己的错，所以他不希望看到亲人也需要承受这些。那爷爷知道了吗？还没告诉他。医生说他有多久才能苏醒？不知道，过几天吧。
他在特护病房里已经待了7天了，第3天的时候血压才稳定，昨天才拿掉呼吸机。那这么说，他已经醒了？没有，医生说镇定剂停了以后，应该很快就会醒的。对了，这个是我妈炖的乌鸡汤。他还不能吃东西？没有，这是给你喝的，小姐。哎，你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好了，你才刚刚出院呢。没问题，我的身体已经好了。快喝吧，给你炖的，快点趁热喝。好。来，给我。怎么样？好香哦。快点喝吧。哎，你的胡子怎么还不刮呀？需要我帮忙吗？等利川醒了以后再说吧。这跟利川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2个吵架，他还生我的气。他说如果我的胡子1个月不刮，他就跟我说话。哎，你们2个都多大了，还玩这套？那是他说的。像小孩子似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暂时脱离危险，你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下吧。那我现在能进去看他一下吗？这个就看一眼就好。啊，好吧，那你快一点啊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利川，你醒了？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我现在在哪里？在医院啊，你已经昏迷7天了。小秋，你不是离开上海了吗？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就回来了。我没有打电话给你。怎么没有？是你答应我的，要 move on。那可是你……没有可是。无论我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，你都必须 move on。利川，你听我把话说完了。是小秋，你可以让我解脱吗？可是你现在这样，你让我怎么离开吗？请你叫护士进来，我有话要跟她说。那你等一下啊。护士，麻烦你过来一下，他刚刚醒了，你看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怎么样了？哎，先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一点。好点了吗？麻烦你。对不起，小姐，这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，麻烦你离开好吗？我怎么可能不是他家属？利川，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请他离开。利川，让他离开。我不要离开，我要在这里陪着你的。让他离开。利川，你干嘛？小姐，我不要离开。请你离开，你这样会影响他的病情。利川，不好意思，来，请你离开。护士。
知道。我决定了，我哪也不去，我就要在这里陪着你。我要护士。我知道啊。立川，立川怎么了？立川，护士啊，护士啊！立川，护士啊！要不要喝水啊？护士，你看一下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，起来一点。你要记得啊，立川吃东西不能太咸，也不能太甜。所以呢，哎，小秋，我帮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小木，少华介绍给我的。当时啊，他父亲生病的时候，小木也帮忙照顾过，做事非常细心，非常专业的。立川啊，生起病来是不好搞的，脾气又大又倔强，我说什么他都不听的，必须爷爷来吼他几句才行。可以想象。要不然这样，你们两位聊着，我先去忙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再见。哎，回去休息吧。你看你的黑眼圈，这边有我。不要紧的。你别逞强，再这样下去的话呢，迟早一天你也会倒下的。我是怕万一。我知道你担心，但这是一个持久战，你必须保持充沛的体力啊。回去吧，啊。这是立川房间的钥匙，洗个澡，睡个觉，明天再来。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醒了怎么不叫我？你的胡子还没刮？1个月还没到。开个玩笑的，你当真的？唉，说实话，你的胡子看起来还蛮 man 的。我什么时候不 man 了啊？没事吧？不 man 有那么好笑吗？从前，从前的从前，永远永远般遥远。那没拉起的窗帘，还是投影着你一张脸。狭小无人的房间，但我从不曾发现，你已经突然消失。听说这是一种眷恋。木抽屉的最里边放着一叠旧信件，那些字里行间雕刻了我们的昨天，一页接一页成了今天的亏欠。万语千言已没有爱可言，怎么不给拒绝？那些黑的白的深的浅的重
我有话要对你说，不是代表我自己，而是代表黎川。黎川希望你立即离开上海，由我来送你去机场。你打算怎么送我？绑架吗？他说，你们之间好不容易已经结束了，他并不想再生出什么枝节。说完了吗？听我说，小秋，黎川的意志是不会轻易改变的。如果他能够改变的话，你也不会受这么多年的苦。可是我的意志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。总之，他是不会见你的，他也没有力气吵架。在这种时候，你就不要和他较劲了，好吗？你要去哪里，我给你买票，你准备好行李好不好？你可以不用劝我了，黎川现在这样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要是活着，我要等他康复；死了，我要跟遗体告别。小秋，病人是有权利不让你探视的。我也有权利在门口等着。你就不能配合一下吗 ？No。What are you doing? 我正好要去买咖啡，你要带一杯吗？你进去吧，他要见你。这个高度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好了，那你先休息，晚点我再来看你。谢谢啊，不用谢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睡得可好了，睡了16个小时。你的腿看起来好多了。已经好啦，不过医生说呢，肌肉还要加强锻炼。我认得一位理疗医生，特别好。等一下找季川把电话给你，如果你还不舒服的话，就立刻打给他。你就不要担心我了，我的生命力那是很坚强的。小的时候我跟你说，我爬树把手腕摔坏了，哎呦疼得要死，没有看医生，后来也好啦。其实我的腿吧，觉得好不好也是无所谓的。你之前不是说我们不是一类人吗？你看现在你的腿不好，我的腿也不好，那我们俩不就是天生一对了吗？嘿嘿，对不对啊？你说呀，对不对嘛？嗯。对。小秋。你一个人住在医院里，难受吗？一点都不难受。我没事的时候呢，我就看 DVD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有个电视剧叫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，超好看的。然后我就一直看，一直看。我平时都不爱看电视剧的人也被它吸引了。等你出院的时候，陪你一起看，好不好啊？出院？我住在医院的时间都比出院的时间长。我爷爷都跟我说，养病也是一种工作。那个小官对你特别好。是啊，那个萧官是挺不错的。不过呢，我只爱你，从开始到现在。到永远，我都只爱你一个。
小秋，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干嘛？你说。离开这里。不好。人类有跟你说我的病情了吗？他告诉你的是阳光的一面。癌症、MDS、化疗、肺叶切除，这叫阳光啊？他没有告诉你，我的癌症复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我的母亲是1/2法国人，混血人种的骨髓配型是非常难找的。我的抵抗力全线崩溃了，也不知道可以支撑多久。你怎么这样看我？不关我的事。我已经很小心了，按时吃药，定时输血，保持营养，坚持锻炼。医生叫我做什么，我都听他的。可是有些东西不是轻易就可以打败的。你千万不要为我的未来抱太多乐观的想法。小心，这叫小心啊！冒雨和我吵架，然后喝那么多酒，吐成那样还要强撑，病成这样了还不回去，你这叫小心啊！你这根本就是叫不小心，好不好？小乔，要是癌症转移了，继续转移到肺，我都已经切除了大半颗肺，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。MDS 继续恶化，是急性白血病，死亡率是特别高的。骨髓配型虽然还在排队，但却是遥遥无期。就算是配上，也会出现很多并发症。你还要我继续讲下去吗？你继续说啊。经过太多次化疗，我们也不能要孩子，以后也没有希望有。你在担心这个对不对？其实没有关系啊，就算不能有，实在喜欢的话，我们还可以领养。我说了这么多话，你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。你一点都不害怕吗？我不害怕，我就是怨你这么些年来都没有告诉我实情，也不愿意让我跟你一起分担。其实你曾经告诉过我，你害怕医院，也害怕我出什么事。何况你有晕血症。反正你要是生病了呢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不能看见你生病，我看见你生病，我就会很难受。李川，其实死亡呢，只是偶然事件，但是我遇见你是必然的，所以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认识，是我太贪心了。
看见幸福，就生怕错过，忍不住一手抓住，但是我却重重的伤害了你。如果命运给了我一个柠檬，我会送一杯柠檬汁给你。但是命运给了我这些，我实在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好的送给你。如果你现在离开上海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坚持的，继续活下去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。我就是要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。还有，我根本不想要你的什么柠檬汁，我可以自己做啊。我做好了还可以分你一杯。哎，嗨，来啦。是。你的胡子是不是太长了？该刮了吧？没时间嘛。我帮你啊。你会吗？我当然不会了。不过呢，他会呀。哪儿变出来的？我带的。怎么样？那去哪儿刮？楼梯间，里面没人。快点！不是，令川说我留胡子很 man 的，我不想刮了。不好看，他骗你的。你听我说，你才25岁，如花似玉。你知道有多少男人愿意把你捧在他的手心里？你不必跟着我这个半死的人混这些日子，除了痛苦、担心和恐惧，我什么都不能给你。你应该有一个幸福、完美的人生，用一份长久的爱，嫁给一个可以一辈子照顾你的男人。甚至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你，是可以帮你打架的。第一，你为我打过架。第二，既然你知道如花似玉，你就少耽误我一点时间。第三，我本来是要走的，是你给我打电话的好不好？所以是你求我留下来的，对不对？我并没有打给你，当时我在车上是要打给 Renee， 但是后来我打算不打扰他，所以就挂掉了。然后我就去了酒吧，后来感觉不舒服，就去了洗手间。但是后来我什么都记不得了。那你这么说，你就是按错键了？恐怕是的。王沥川，你就不能浪漫一点啊？万一以后我们要是成不了了，那至少还可以留个浪漫的念想嘛。还是得实事求是。舒服吗？来，我帮你。好一点没有？好了，先不说了，等你舒服一点，我们再慢慢聊这个话题。反正以后还有的是时间，对吧？这样吧，如果我活着，我就跟你在一起；如果我死了，你就马上
move on。这样总算不难做到了。我发誓，如果你要是不在了呢，我就马上move on。我保证，我在1年之内把自己嫁掉，绝不做寡妇，好不好？说话算话。小乔。我累了，我想休息。这几天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那个医生怎么说啊？情况不是很好。这次感染呢，大伤元气，他几乎没什么抵抗力了。你看他这个样子，怎么会苏黎世呢？连飞机都坐不了了。那爷爷知道了吗？不知道呢。简奈的帮我瞒着他。利川为什么要输那么多液呀？自从他来了以后，身上的针头都没有拔过。他除了输液之外呢，还要输血小板呐、红血球啊。明天要是天气好的话，我想推他出去晒晒太阳。小秋，现在能让利川愿意活下来的人，就只有你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对利川不离不弃的，我们全家人都很感激你。应该的。米娅谁照顾啊？米娅在静雯那里给她爸妈照顾着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你看，今天太阳这么好，下午你想干嘛呀？想看书还是看碟呀？看碟吧。好啊。那你说的那个什么电视剧蛮好看的，叫《爱什么命什么的》。命中注定我爱你，那个可好看了，想不想看？要不你现在去拿吧，等一下一起看。那我现在去拿，你在。谢小姐。哎，小莫，该吃药了。那个我出去一趟，你在这儿照看一下利川啊。好的。下午见啊。啊，王先生。下午见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这里有最新的电影吗？有的，这边有国内的，还有国外的，还有港台的，你要哪一种？麻烦你帮我挑10张最热门的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这个呢是新出的，很好看的。然后这个也不错，
立川，我给你买了一些底。麻烦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很高，大概1.95米，然后腿脚不方便的人从这边走过？啊，没有。谢谢啊，不用谢。怎么样？没有找到。这样，你们两个分开，好，我们分头找一下。走。立川没有？没有，我们也正在找。病人马上要打点滴了，小木会带病人到哪儿去啊？我刚刚去了门房，门房说他去购物了。不对，这不是立川的字，你看他把名字都写错了。外出15分钟，40分钟都过去了。喂。立川去你那儿了吗？不在啊，怎么了？立川他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他现在不能走路，他不会走远的。不是，现在小木也不见了，我跟护士已经找了一大圈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继续找啊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好，再见。医院里现在已经全部找遍了，根本就没有找到人。现在护士已经派人去旁边的商场看一看了。我也叫少华打给小木的朋友，他们都说不知道哎。会不会是绑架啊？绑架？不可能啊！这个小木人品很好的，不然张少华也不会介绍给我的。何况呢，我们给他的薪水也很高，他应该不会铤而走险的。就算是绑架好了，他应该留下什么纸条啊，或者是多少钱啊什么的。那立川会不会有什么临时的客户要见呢？他走之前还有一批图纸没有画完。这个已经给张少华接手了。哎，小秋，那立川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啊？比方说情绪低落、焦躁不安什么的，或者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呢？如果我死了，你就得马上 move on。我累了，我想休息。有，他说他万一要是死了，让我一定要move on，还说他累了想休息。你答应他了吗？我答应他了，我还发了誓。你说他会不会？小秋，你听我说，现在这种情况你一定要镇定啊！现在唯一可以找到他的人就是你。立川现在行动不方便，就算小木带着他，他们也走不远的。无论如何，今天一定要找到立川。他现在身体这种情况，根本就挨不了几天。不要说现在在生病，他连吞咽都有问题。你想一个人3天不吃不喝的，能撑多久？你再想想看，你跟立川在上海有没有一些共事的朋友，或者是他有没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呢？他有个律师，叫陈东村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没有，我以为他是 GMF 的人，我想进，我应该查过了。不是啊，公司的通讯录里没有这个人呢。我也不知道啊。没关系，你打给他吧，问问。哦，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陈东村律师吗？我是谢小秋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小秋啊，当然记得。你好吗？哦，我想问一下，王立川最近有没有找过你啊？有啊，他昨天还给我打过电话呢。他找你什么事啊？这个不是，您听我说，立川是癌症病人，现在的情况很不好。昨天他从医院消失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找到他。哦，他昨天让我给他订了一趟商务专机。去哪里？他说是有紧急的业务要谈，要在1-2个小时之内赶到昆明。那你帮他办了吗？帮他办了。我有个朋友专干这个，立川又着急，所以很快就谈妥了。支票是从我这里出的。
那你可不可以把你那个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们？没问题，他姓蔡。小秋，你记一下号码。好，谢谢啊。来，你说。喂，你好，哪位啊？喂，老蔡，我是那个王继川，王立川的哥哥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昨天那个立川是不是坐你的飞机去昆明啊？是啊，当时正好有一趟是别人订好的，让他赶上了。那是不是和小木一起坐的呢？啊，对，那是他助理啊。以他现在身体情况，他不能坐飞机的。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情况啊？他在飞机上从头至尾一句话也没说，啥也没吃，连手都没有给我握一下。那他坐几点的？下午4点。那他下了飞机以后，他有没有说去哪儿？不知道。哎，老蔡，你可不可以再安排一架飞机飞去昆明？一切的价钱由你说了算，好吧？行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准备一下，我们马上出发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位先生有在这里入住吗？不好意思，没有见过这个人呢。季川，我想我知道立川在哪儿。你怎么知道立川住这个酒店？我也不太肯定，但是我们之前来过这里，所以我想他应该会回到这儿吧。麻烦你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有没有一位叫王立川的先生入住这里？请问你们是？哦，他是个重症病人。你看，这是医院的证明。好的，我马上帮您查。对，是有一位王先生，叫立川 Alex Wang， 瑞士护照，是他吗？对，是他。好，我马上带你们过去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啊，大家等一下，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给急救中心了，一会儿到了房间，季川、小秋和我先进去，这样不会引起病人的恐慌。现在他的血小板太低，肺部又有感染，极其容易引起咳嗽，咳嗽会使胸腔出血，出血会占据整个肺部，使肺部无法张开，极有可能呼吸衰竭。好吧，走吧。小木，立川呢？他快不行了，他叫我在外面等他，等他结束。像秋天里的最后一片叶，过完今天就不能再手相牵。有些回忆值得一辈子去纪念。立川，立川，立川。我是小秋。病人已经失去了抗争的意志，这时候你要尽量鼓励他，他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，让他高兴，让他开心。我才能够放心的走远。我
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放弃自己，好不好？李川，你不要醒过来！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只要好一点，我马上就不玩，我再也不给你打电话了，我再也不缠着你，我马上就离开上海，我去别的城市。但是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努力的活过来。求求你。郭老师，救护车就在楼下，医院那边也照您的要求做好了一切准备。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？严重脱水，低血溶性休克，误衰。我怀疑还有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。到了医院以后，立刻拍胸片抽血。好，现在先准备500毫升生理盐水扩容，再通知医院准备全红血细胞和血小板各4个单位。我要现场插管，准备好呼吸气囊，手动通气。好，我现在立即给他消毒，请家属回避一下，快！如果我不给他写信，他就不会回上海。如果那天我不跟他吵架，他就不会离你。如果我早一点不放，他就不为宁死也要待在这里。如果我选择放弃，他就不会出走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小秋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一直爱着你，他没看见你幸福，他舍不得离开你啊！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因为我固执，因为我一根筋，因为我不肯改变，不肯放弃。所以立川如果死了，那就是我害的，是我害的他。立川这回在特护病房里躺了整整17天，凝血功能障碍导致他肺部大量出血。医生在他的胸口插了一根管子，用来排除肺里的痰液和血块，所以他每一次呼吸都痛楚不堪。有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就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，医生却说不能用止痛药，因为止痛药会抑制他的呼吸。大多时候立川都在昏睡，偶尔醒来也不和任何人说话，包括我。熟睡的时候，他会拉着我的手，如果轻轻用手指抚摸他的胡子，他就会睡得很快，好像一个婴儿。
我是来看看你们的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刚下飞机就来了。那爷爷知道了吗？爷爷他心脏病犯了，进了医院。我看完利川之后，马上就回瑞士。爷爷这里的事知道的不多，宫医生都帮我们瞒着他呢。季川说，等他稍微好转，就让他赶紧回瑞士。说，毕竟那边的医生更了解他的病情。你坐一下吧，我去趟洗手间。那一年，利川得了癌症。主治医生是我爸的朋友，所以他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消息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争强好胜，什么都要最好的，习惯了老师对我的称赞，同学对我的羡慕。所以，当我知道利川这个病之后，他将来不是死就是残废，我觉得我接受不了。正好当年我爸去参加了一个支援非洲的医疗小分队，我就跟去了非洲，一去就去了1年。其实我想避开利川的，我没给他打电话，他很敏感，很快意识到我对他的冷落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。那后来你就没有见过利川了吗？那段时间其实我挺矛盾的，我对他又内疚，但我又很想他。离开非洲之后呢，我就去了加州读大学，读了1年的医科，然后改学建筑。前前后后，我交过5、6个男朋友，都没有结果。到头来，我觉得我始终忘不了利川。一开始我想，应该是内疚吧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在我心目当中很重要。毕了业之后，我就去了 GMF。GMF 很大很大，我跟利川一个在这儿，一个在这儿，很远。但很快我们就相遇了。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很震惊。我以为他会很颓废呀，或者很憔悴呀，没想到他跟以前是一模一样，还是那么潇洒，那么爱整洁。